觉得 V6 的声音会不会很小声？我觉得还好。而重点是因为油电混合，所以它的马力高达680 PS 和720 Nm， 0到100 2.9秒。那一般上我们说 PHEV 车子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因为有 battery pack， 有 electric motor， 可是因为它整个电子的设备加起来也才120-130公斤左右，然后这辆车子的 dry weight 是低过1500公斤的，所以你可以在有680 PS 这么大的扭力同时，车子又不会过于笨重。Artura 基于全新的 McLaren Carbon Lightweight Architecture MCLA 的碳纤维车架而打造。这个82公斤的碳纤维车架让这个 PHEV 的 Artura 干重只有1395公斤，比采用 Aluminium 铝合金底盘的296 GTB 轻了75公斤以上。重量仅 15.4 公斤的 Acer Flux E-Motor 提供额外95 PS 和225 Nm。位于驾驶座后下方的 7.4 kWh 锂离子电池让 Artura 多了31公里的 EV range。充电模式最快能够走130 km/h， 充电的话只要 2.5 个小时就可以充到 80%。你可以去 select track mode、sport mode、comfort mode， 它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模式叫 electric mode。OK， 所以现在呢，车子就是由这个电动马达来驱动它，它的 EV range 是高达31公里，可是以马来西亚的天气，大概可以走25公里。所以我现在开着一个 McLaren 680 PS， 可是我在 highway 只有听到轮胎的声音跟外面车子的声音，因为车子的引擎是睡着了的。这我刚刚从 Glenmarie 走到来这个算是 Gara Highway 的一部分，我觉得这辆车子超乎我预期中的舒服。你要注意啊，这是一个车身相当低的 McLaren， 可是之前他们在马来西亚从 KL 加去槟城加去 JB 算是环岛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它这个 Proactive Damper 的厉害之处了。我们都知道电动车已经是大势所趋，传统燃油车的生存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小，特别是像 McLaren 这种专门制造超级跑车的品牌来说，他们只能在夹缝里面求生存。我们都知道，在过去 McLaren 所有的车型，从 GT 到 Sport Series、Super Series、Ultimate Series， 都是采用 4.0 升车的 V8 Twin Turbo 引擎。但为了响应这个排放量的法规等等，他们就 downsizing 到 3.0 升车 V6 Twin Turbo， 所以它的马力扭力就比 4.0 升车 V8 Twin Turbo 少吗？不一定。像这个 McLaren Artura 呢，它的售价从1050000起。这个是不包含任何附加选项的税前售价，所谓朗高威 price。那今天呢 ，McLaren 瓜拉伦波就邀请我来测试这个全新的 McLaren Artura。我记得这个车子是2020年11月的时候推出，但是那个时候是 COVID 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就延迟发布。现在我驾到了这个不是 left hand drive 的哈，它是 right hand drive 马来西亚版本的 McLaren Artura。所以喜欢我的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subscribe、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靠来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move on。我现在处于 Sport mode， 然后它再下一个 mode 就是叫 Track mode。Track mode 的话，顾名思义，升档、换挡节奏一流，就它没有过于干涉你升档降档，它尽量让你去拉，让你去拖。哇，你完全不觉得它是一个 PHEV 的车子。贴，哇！你知道 Electrify 的好处就是它的 Turbo rate 真的是大大降低了。我觉得它比这个 4.0 升车 V8 Twin Turbo 的车还要来得好驾。
它很及时啊，这个动力，因为当你有 turbo lag 来的时候呢，它会利用这个电动马达的动力去辅助它，而且啊，它的这个lithium ion battery 呢，它是 instant torque 来的，所以用这个 instant torque 去 cover 掉它可能有时候会 lag， 有时候会喘这个东西。所以 PHEV 放在一般的 SUV 可能会令到车子很重，但是你在还没有进入电动车之前，它给到你这样子的一个操控表现，哇，这个 handling carbon fiber 的底盘啊，你会觉得这辆车子很 rigid 啊，它的整个车子的刚性，它的吸收噪音跟震动来讲，不是 aluminium 可以比的。它不只是轻罢了，它同时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坚固耐用，很敏捷、很灵敏的一辆车。哇，我真的很 impress， 真的很 impress。我觉得它虽然它的动力没有296 GTB 这么多，不过我觉得啦，我觉得一般的路我更能够去享受这辆车子。296已经是很强，可是这辆车子你不需要很快拉到很高，你这样慢慢这样驾，跟着前面的慢车这样子摇摆，你还是非常舒服，非常的享受。而且它很贴地，它真的很贴地，很灵敏，很听话。他一直告诉你，我还要再来 more and more and more。他一直在鼓励你，他不会让你紧张，不会让你压力。因为有些车子像 I mean 超过700匹、800匹，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是车比人强了。就是你要学会怎样去处理这么大的马力，然后你要刹车刹得很够力。可是这辆车子它很 easy 啦，它的轴距是2640 mm， 比296长了40个 mm。不过这个轴距来讲已经是非常好 control 的，你可以达到那种人车合一的境界了。轻轻的摆，我觉得 hydraulic 的 steering wheel 虽然低速很重很难摆，但是哇，高转引擎的这个魅力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一点点让我感觉到 effortless 的感觉，你不需要真的是 push 到这么 hard， 然后这个引擎的声浪 ，of course 像我讲的 V12、V10、V8 of course 会好过它，可是你要想，因为我们接下来会一直进入到这个纯电动行驶，好像我2天前我才开着Taycan GTA 上来云顶，同样一条路，很快、很 powerful、很有力，可是它少了那一种操控感，因为毕竟车子是超过2000公斤，你看它可以做到 PHEV 了，还能够做到这么轻。那每次很多人都会问我你驾这么多 Supercar brand 什么车你觉得是最好驾的？那 McLaren 绝对算是可以算是 top 3了的啦，甚至有时候有些车型我觉得它是比其他 Aston Martin、Ferrari 都还要来的易于掌控，而且它 Carbon Fiber 的这个底盘真的，你去别的 brand， 你去 Aston， 你去 Ferrari， 甚至你去 Lambo， 你要看到 Carbon Fiber 的平台真的是很难找到，因为他们可能要去到那种什么 Hypercar 才会给你 Carbon Fiber。可是 McLaren， 即便是 McLaren GT 它都给你这个 Carbon Fiber。但是这个车子呢，这个 Artura 它用的是最新的 MCLA McLaren Carbon Lightweight 的 Architecture， 所以这是McLaren 旗下第一款采用这个全新平台的，因为像我的椅子底下后面它是有装着这个锂离子电池的，所以它是一个可以兼容 electrify 的一个 platform。所以你看，真的是，通常我们讲从V8 Twin Turbo downsizing 到 V6 Twin Turbo， 可能它是一种 downgrade， 把它完全没有给你 downgrade 的感觉，它反而还给你 upgrade， 因为它 electrify 了。那你说电动马达很重吗？也不会，才15公斤，好像一个 pancake 这样小的这个 Axial Flux e-motor 同样 S90 Stradale 296 GTB 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电动马达，它体积很小，但是它能够提供很及时的这个动力去辅助它。越刁钻的弯道，越高的海拔，它越显得越战越勇。你看，路很烂，可是很享受。OK，slow in，fast out。哇 ，man！ 因为McLaren过去都习惯用马力来为车子命名嘛，什么 720S。570S、600LT 等等，那这个车子如果要这样来命名，它其实是680。怎么讲？它其实是680
S 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他不要这样来叫它啦，他给它取一个全新的名字叫 McLaren Artura， 因为未来他们要走的方向就有点不同了，像 McLaren GT 也不再用 horsepower 去给它命名，因为他们要打的对手就是更加的 luxury， 更加的 premium， 所以他们在讲求的这些东西是比较不同了的，所以他强调更多的是比较 art sense， 比较 lifestyle， 比较 sustainability 这种东西，你影响未来，然后你如何用更小的这个输出，用更小的动力去达到相同的目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欧盟2030或者2035即将会 ban 掉所有的汽油车，所以在汽油车完全消失之前呢我们还可以去享受这种。这辆车子跟别的 McLaren 不同的是，因为它是有这个 PHEV 的功能 ，I mean 它可以进入 EV Drive 的功能。好像我现在把它切换去 Electric Mode，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的 V6 引擎是睡着了的。所以现在这辆车子呢，它就是一个 EV， 一个电动的 McLaren， 它完全处于 EV Drive。没有引擎声浪，没有排气声浪，变速箱也没有工作，都是靠这个 electric motor 在驱动车子。你看，我现在轻轻的踩 ，EV car， 是 EV McLaren， 看极安静，打压声嘛。虽然它的这个 EV range 呢只有30 km， 那在马来西亚开着 aircon 大热天可能可以走25公里。它的作用，我们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它的重点不是在于它可以纯电动行驶100-200公里，不是，而是它能够去帮助消除 turbo lag， 同时在引擎不需要去到 4.0、5.0 的情况下，给你相同的马力，给你及时的扭力去驱动它。所以这是我应该是在路上驾 McLaren 最长的时间了，因为我上一次介绍 McLaren GT 跟这个720S 都是在 Glen Mary 这样子驾而已，所以真的是这次的试驾，感谢 McLaren 果拉伦坡的邀请，让我对 McLaren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是在如何在保持纯粹的 brake feel， 纯粹的 steering feel， 纯粹的自然引擎，高转的声浪之余，它同时也能够去迎向未来，因为 McLaren一年应该是生产不超过5000辆车，所以他们在进入这个 ICE car 被 ban 掉之前，他们可能还可以继续 survive。所以市面上很多跑车 ，I mean Porsche、Lamborghini、Ferrari、Aston Martin 等等，可是我觉得 McLaren 呢，它永远就是有那种调教底盘的决心，从他们的 Formula One 赛车到各种的赛车赛事来讲。所以希望今天这集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